我不敢走了，太可怕了这个。从天而降的瀑布啊，是不是寓意着财源滚滚啊？大家好，我是魏洪涛，让我来说你能听得懂的设计。我们刚落地新加坡啊，大家知道新加坡呢是一个花园城市。那这次我一站式带你们打卡新加坡的垂直森林建筑。我们现在在新加坡的樟宜机场，这里哪里是机场啊？这里分明就是一个热带雨林啊，有一个巨大的瀑布，周边被绿树环绕，有点像穿越侏罗纪公园的电影场景。从天而降的瀑布啊，下面又像一个聚宝盆一样被吸入到了地下，又激活了整个地下的商业，是不是寓意着财源滚滚啊？这个项目呢是由萨夫迪事务所来设计的啊，它整个外形啊犹如一个巨大的甜甜圈，整个的群顶据说用了9000多块玻璃，6000多个网格，它的重量呢好像有3000多吨，应该等于一个空客 A380的一个重量。我们现在走在类似于悬浮的一个桥，然后中间呢有通透的玻璃，我不敢走了，太可怕了这个。然后它这块是用这个钢索把它悬挂在这边。新加坡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水景观的元素和设计，整个巨大的空间啊是没有落柱的，因为它让空间更灵活啊，也为了生态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可能。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垂直森林啊，叫 Capita Spring 海德春天。这个项目呢是由 Big 事务所设计啊，它的外立面呢用这种硬的金属做出了很柔软的质感啊，这也形成了它的标志性的一个元素啊。像窗帘被用手拉开以后，给人的感觉是绿色的空中花园啊，是藏在这个窗帘的后面啊。它1楼的大堂啊，这是新加坡建筑的一个重要特色啊。1楼有很多的底层架空，把空间呢都留给城市，留给市民，在不同的建筑之间自由的穿梭。这个项目的标志性的语言啊，就是它这个曲线的外立面的一个元素啊，在室内设计里边贯穿的还是比较统一的。曲线的设计语言导向标识里边也有体现。看一下这个屋顶花园的休息平台，整个空间的用色呢偏自然啊，这是天然的花岗岩，然后木色、褐色的这个水洗石的墙面，这个材料在上海用的很多。然后包括整个褐色的室内天花，绿色，非常的自然生态。一个景观座椅啊，还有充电的，看一下啊怎么开。打开这边是把它线插上去，关上门，你看它这儿有个小缝，线就可以过来，可以充电了。现在来到了顶楼57楼，还是标志性的金属的曲线，这块的景色应该是比较无敌的一种状态。51楼可以远眺金沙酒店，还有背后的货船马六甲海峡。果然新加坡是一个重要的港口。我们现在来到新加坡 Edition 酒店的大堂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整个大堂被完全的绿色覆盖，从地面的绿植到顶上垂直的绿色的球体，非常的自然，很生态啊。这也是新加坡的建筑和室内空间著名的一个特点。这个是 Edition 配套的公寓啊，公寓和酒店呢通过一个连廊泳池啊，很有戏剧性啊，中间挖了一个洞，然后下面是它的下沉的庭院。这个小绿廊是干嘛的？看一下啊，哦，指定的吸烟区，在外面抽的话是要被罚款的。这个是 Pan Pacific Hotel， 上面的架空有点登峰造极了。你看有1个、2个、3个架空，这么多的面积，都把它做成空中绿化、空中的庭院，而且它的那个顶啊，你看它做了一些镜面的反射，反射出来它的镜面的泳池啊，让空间显得更丰富一点。我们现在去酒店的大堂看一下。我目测它的高度大概有25米左右，但是经过这种镜面的反射呢，它的高度又加倍了，非常的有气势。你看一个镜面的天花，然后全部的绿植，一个巨大的底层架空，让这个空间显得非常的生态，然后又有欢迎的这种仪式感。看一下这个绿植包裹的柱子啊，通过镜面的反射，这个柱子的长度又增加了1倍，整个屋顶啊全都是光伏板，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绿色节能环保的建筑，和我们最近做的宁德茶馆有一点像。这个是 Artisan Hotel， 它是一个台湾的开发商开发的酒店，然后它外立面呢，你看用了很多金属的穿孔板，红色的啊，然后让它显得很鹤立鸡群。这个楼更恐怖啊，总共有7层空中花园，建筑的最顶端还有一个透明的无边界泳池。大家可以猜一下最顶上那根铁棍是干嘛用的啊？它其实是擦窗机，可以360度的旋转来清洁建筑的外立面。大家看一下前面这个楼呢叫 Interlace， 它是由奥伦舍人设计，
它像白色的积木堆叠起来的一些盒子啊，它其实是一个高端的住宅区，然后有很多的你可以看到底层架空啊，包括我们的空中花园，所以它形成很丰富的一些建筑和室内外空间的一些融合。这块呢又出现了一个在北京可以看到的啊，建筑上面顶了个大屋顶，上面八角亭的一个中置顶呢，虽然显得有点刻意，但是在新加坡感觉还是很特别的一个存在。里边呢看起来有罗马万神庙的感觉。这个巨大的镜面不锈钢柱子到底是什么功能呢？政府主导的一个商业，所以它只盖了2到3层。这是一个可以俯瞰整个城市街景的屋顶退台广场。